今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先后通过各自版本的2023财年国防预算草案，均要求大幅增加技术研发和装备采购等经费。这也让预算金额创下历史新高，达8000亿美金，从而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新增加的军费将用在何处？来看看报道。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周四通过了一项军费预算法案，在拜登提出的创纪录773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授权370亿美元。尽管这一版本的法案尚未在参议院通过，但在此之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明确表态支持增加更多军费支出，甚至要在拜登提议的基础上再加450亿美元。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将在相关会议上决定最终预算金额，但无论如何，至少81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将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政治新闻网披露，议员们提议多出的军费预算应当用于采购更多战斗机和舰艇，并阻止美军为了省钱而退役部分装备。据悉，法案批准建造13艘新军舰，增加了5艘美国海军并没有要求的军舰，包括1艘额外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1艘星座级护卫舰、1艘舰队加油船和2艘远征医疗船。法案要求美海军保留其即将退役的9艘滨海战斗舰中的5艘，还授权增加64架 F-35战斗机，这比五角大楼要求的多出3架。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名誉主席科德斯曼此前表示，国防预算是战略决心，并非购物账单。从美国国防预算的投入重点来看，美军未来军力发展呈2大趋势。一方面瞄准大国竞争，美国会参众两院的国防预算草案均要求划拨60多亿美元支持亚太地区盟国，主要用于加强地区军事存在，深化与盟友的合作，在亚洲打造基地和部署武器。另一方面，聚焦前沿科技、技术研发经费在美国2023财年国防预算草案中占据主要份额，这表明美军依旧将技术制胜奉为圭臬。在国会同意增加2023财年国防预算的同时，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希克斯签署人工智能战略和实施途径文件，明确五角大楼将制定实施人工智能基础战略。美军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无人自主等技术的实践运用将持续深入，并谋求以此推动军队建设发展。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知道，这种125毛给1块绝非一个常态，而是美国特殊的军工复合体，它具备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美国的国会或民意机关在监督国防花费这个部分，其实已经产生一个很畸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此外，结合参议院版本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执行摘要，美军来年将着重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加快部署高超音速武器，弥补与对手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和测试上的差距；二是建立关键弹药储备；三是强化网络作战能力；四是加强重点技术研发。其中，高超音速武器的加快部署位列各项第一，重要性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周三宣布成功试射2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美国空军也证实，周三在加州海岸成功测试其空射快速反应武器助推器。随着助推器系列的完成，该导弹项目将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全面测试。同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也证实，成功进行作战火力导弹的首次测试，地点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导弹靶场。与空射型的 AGM-183A 不同，作战火力则是一种陆基高超音速导弹，能够使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导弹系统穿透现代敌军防空系统，并快速攻击比较敏感的目标，射程超过1000千米。据称，本次飞行试验演示验证了关键使能部件的综合技术成熟度，包括第1级火箭发动机、导弹筒和导弹弹托。此前，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开发方面颇为不顺，去年就曾3次试射失败，来自官方和民间的质疑日益增长。美国媒体认为，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的成功，对缓解美国在军备竞赛中落后的担忧来说是一大福音。
分析指出，美国之所以急于在该领域打开局面，除了因为高超音速武器能够在大气层内快速机动，轨迹难以预测，从而规避反导系统的拦截，更因为美方认为中俄在相关领域已经走在了美国前面。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来，在军事科技在这个部分有一些新的变革，尤其是高超音速武器被视为改变战争规则的一个重要的革命性武器，因此包括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大陆都竞相发展。但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个部分发展，美国是处于一个落后的状况。就美国看来，美国在这个部分发展那是逊于中俄两国，因此美国国会在这个部分给予重点的拨款，希望美国借由自己科技的整个厚实的实力，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越中俄两国的发展。不过，有观察认为，这次五角大楼虽然成功试射了2种高超音速导弹，但它们距离实战化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虽然美国在高超音速领域有雄厚的技术积累，但从目前情况看，五角大楼急于追赶差距，各军种同时上马了多个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反而分散了研发实力。如此持续下去，恐怕美军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窘境，并不是靠简单砸钱能够改变的。美国众议院上周通过国防法案，比拜登总统之前提出的2023财年防务预算额外加码了370亿美元。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笔钱加在了什么地方？大家乍一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美国的国会老爷们以往不都是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审视每一份财政预算，只见挥刀砍预算的，甚少见到高喊买的。其实不然，所谓国会总是卡着总统先生的预算案，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实际上，我们仍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这份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下一步还需要获得参议院的首肯。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参议院的老爷们，尤其是掌握主导权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放出话来，要在拜登提案的基础上再加450亿美元，这个出手比众议院的370亿还要阔绰。那么问题来了，这笔钱加在了什么地方？有人可能会问，美国经济已露疲态，眼下通胀高企，民怨沸腾，为什么要加钱而不是削减开支呢？宏观的讲，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军工产业高度发达的军工复合体国家而言，在经济衰退周期里提升军费开支反而是符合逻辑的。这笔钱花出去，不仅能够提振相关产业的就业形势，还能变成每一个州县乃至每一个选区拉票的蛋糕。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观察角度，那就是对于同一份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国防部与美国国会的想法很可能是南辕北辙的。就以2023年这份为例，美国海军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年将现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以及滨海战斗舰全部退役，因为前者老龄化严重，后者与美军决战大洋的战略调整不相符。美国海军希望让这些舰艇退役后省出的钱拿去造更贴合未来美军海洋战略的舰艇，但是国会老爷们完全不这么看。他们会认为，滨海战斗舰当初花了纳税人那么多钱，从建成到服役总共才玩了几年，还没捂热呢，就要退役了吗？你说不合用、不符合战略转型就要甩手不要了，海军是不是也太任性了呢？不行，我不允许你们这样挥霍纳税人的钱。滨海战斗舰只能退役少部分严重损耗的，其他的继续养着。至于多出来的这些经费，我批给海军就是了。是的，美国国会用加钱的方式推翻了美国国防部的省钱举措，底层逻辑却还是为了省钱。听起来也许很荒唐，但这就是美国的政治体制作用在国防建设上折射出来的常见景象。